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红白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街头霸王6代》。有小伙伴表示，红白机平台的街头霸王都出到6了呀。其实这也不算什么，马里奥在红白机平台都出了10几代了。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，我用了一个旋风腿来收尾，左上方的分数一直在涨，这也是这款游戏判定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。如果你想打高分的话，最好就是用旋风腿来收尾。实际上这种判定或者说是手感，可能很多小伙伴比较熟悉，就是来自于红白机平台的4人街霸，或者是后来的加强版5人街霸。类似的还有一个悠悠白书，以及快打传说。红白机平台可能是受制于机能，它是没有官方授权或者是制作的街头霸王游戏作品的。当年大家玩过的各种街霸都是没有经过授权的。大体上是分为3类，第一类就是4人街霸、5人街霸，还有本作。另外一类就是9人街霸，再有就是10人街霸、20人街霸。那个街霸的手感还有判定是最糙的，出招的话就是按 AB， 前 AB、下 AB 或者是上 AB。我现在录制的这个版本，我觉得素质还是不错的，最起码它把这些招式还原了90%左右。这个波动拳也是像模像样。另外还有旋风腿以及升龙拳。升龙拳这个出法我是试了半天啊，终于是试出来了。因为我想使用升龙的时候，经常就是出波动拳。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真正的指令是前下拳。所以我还是稍微练习适应了一下，才给大家录制。另外我还发现地面上的招式，任何时间都可以用其他的必杀技来取消。你像是波动拳飞行的过程当中，咱们就可以使用出升龙了，也可以使用出旋风腿。但是呢，在你使用出其他招式之后，你的波动拳会立马失效。大家看我这个人物的名字，不是肯啊。游戏一共有24个人物可以选择，那实际上谁都知道是12个。但是制作组还是没有把同样的人物用一个名字来表示，而是另外又起了一个名字。偷梁换柱吧。他就是想告诉玩家，虽然我们是把一个角色当成了2个角色，但还是又起了一个名字，算是没有100%的糊弄玩家吧。人物的拳脚有变化，毕竟红白机只有2个按键，只能是一个拳一个脚。街机的原版是6个按键，轻中重拳。我小的时候在街机厅玩的那个街霸呀，只有3个按键，轻拳、重拳还有重脚。所以当看到
AI 使用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拳脚的时候，就感觉电脑是不是在作弊呀？这种拳脚怎么能按出来？甚至还专门试了组合键，2个拳或者1个拳1个脚，还是用不出来。直到了90年代末期才知道怎么一回事情，是因为真正见到了6个键的机台。大家注意，这家肉食公司名字改了，原版的话应该是厦门肉食公司。这里改的名字就是开发商的名字。波动拳的攻击力非常高，大概是升龙拳的2倍，甚至还多。咱们如果想通关的话，需要把这24个角色都打完。但是大家也知道，其实只有12个人。那我这次呢，就给大家打12个角色啊，就算是咱们通关了吧。这里的达西姆在原来的4人街霸或者5人街霸里边是没有的，所以这算是一个新加的角色。包括布兰卡、本田等等，都是一样的情况。4人街霸的可选角色就是龙、春丽、古烈，还有桑吉尔夫。后来又出了一个加强版，加入了后边的 BOSS 维加。一会儿大家看一下雪人的界面，有一个人物的位置安排的不合理，就是拳王，前11个人都没有重复，到了第12个本来应该是拳王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呀，把他安排到后面去了。而且其他的角色都有专属的战场背景，拳王是使用的9人街霸春丽的背景。波动拳5下能够带走1个人。大家特不好打呀。这个家伙也是经常跟你发射远程的飞行道具，而且自古对波左边输啊。还是来一个升龙吧。下一个是打维加，这样的话就是第8个角色了。这个货有点凶，相对于4人街霸，这个波动拳应该是重做了，感觉贴图有变化。不过咱们还是要承认啊，红白机平台街头霸王打击感最好的是9人街霸，虽然也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他的拳脚打到人身上真的是做出了那种感觉。相反，无论是本作还是10人街霸、20人街霸，打到人之后总是给人感觉软绵绵的。可能和打击的音效也有一定的关系。看到这个场景我才反应过来啊，本作的很多场景都是来自于9人街霸。
刚才这发底角是怎么打到我的旋风腿了呀？又打中了一次，说明很多攻击的判定还是不严格。看起来是一个下腿，但实际上攻击判定还是很高的。的边缘有一个黑条，说明这个场景的宽度做窄了呀。我记得前年左右，曾经有一个游戏的开发者自己做了一个街霸的试玩版。也是红白机平台的，那个版本好像只能使用龙，但是能够看出来啊，它的游戏素质是非常不错的，招式的还原度比这个版本还要强，打击感也要更好。我还关注了那个作者，但是他好像是弃坑了呀，非常可惜。这里桑吉尔夫好像是没有梅花大作的，在没有抓到人的情况下，桑吉尔夫凭空就可以做出投掷的动作，而且他这个动作好像还有攻击判定。算是一个打击技了，已经不是投技了。本田又在泡澡啊，但是他这个池子是绿的呀，这个配色真的是诡异。这不是越洗越脏吗？连续破我的旋风腿，一个投技扔在地上，然后一个升龙。红白机平台毕竟受制于像素啊，本田的兜裆步并没有做出来，反而看起来是一个马赛克。之前打桑吉尔夫我就发现了，这款游戏竟然也做了晕厥的系统啊，可以把人打晕。刚刚这个判定我没太看懂啊，怎么就在身后一个重拳击中了2次呢？这里给大家补一个人物，就是拳王，但是拳王这个家伙没有自己的场地啊。所以应该是改了国籍。另外，根据这个人物的位置安排上，你也感觉他是后补上去的。可能想着做12个人，但是数着数着呀，就把他给忘了，只好最后补了一下。所以很多游戏开发阶段的小心思或者是疏忽也是能看出来的。这样的话就算是通关了吧，12个角色都打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街头霸王6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